男人正在雪山悬崖边自拍，却不料脚底突然打滑，直接跌落万丈悬崖。可就在他即将摔成肉饼时，身体却诡异地停在了离地2米高的半空。男人很庆幸自己活了下来，但紧接着他就惊恐地发现，无论自己怎么使劲，他的身体都卡在半空，像是被什么力量禁锢了。更诡异的是，等第二天男人被发现时，他已经变成了干尸，和2只想吃他的秃鹰一起悬浮在空中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而造成这幅场景的，则是眼前这个外星人，他是被母星派来毁灭地球的。可没想到途中遭遇闪电，毁灭地球的武器落在了雪山上，而为了完成任务，不得已他只能杀掉了一个人类，然后扮成对方的样子，慢慢寻找毁灭武器。而倒霉蛋登山者这种凄惨的遭遇，正是因为毁灭武器就藏在他下方的雪地里。而这天，外星人杰斯正要出门寻找毁灭武器时，却意外地发现家里不知何时竟出现一个女人。杰斯被吓了一跳，随即询问女人怎么进来的，因为门是锁上的。结果这才得知自己冒充的男人居然有个妻子。害怕身份暴露，杰斯本想把女人做掉，但又怕引起警察的注意，所以他只能陪女人演戏，但自己找毁灭武器的任务可不能落下。杰斯于是每晚都会在女人喝的水里悄悄放入安眠药，然后等女人睡着就开始自己的秘密研究。可没想到这天，杰斯正要从隐形的飞船里拿东西时，一辆车径直朝他驶来，紧接着女人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女人拿着安眠药，愤怒地质问杰斯为什么要给自己下药，要不是自己多留了个心眼，也不会发现杰斯大半夜独自来这里。杰斯于是学着电视节目里恋人之间的台词说自己只是工作压力太大，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但由于演技太拙劣，女人明显不接受这种说法。她觉得杰斯是背着自己在和谁约会，非常生气，于是回到在58同城上租的房子里，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杰斯求之不得，他这下终于可以专心搞事业了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杰斯开始接着寻找毁灭武器，将人类毁灭，自己好返回母星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他怎么探测，都没有装置的丝毫线索。而就在他郁闷时，男孩木木找到了他。由于木木有阴阳眼，能看出杰斯是外星人，但其他人却看不出，所以父母觉得木木精神出了问题，要把他送到特殊学校。木木要杰斯帮自己澄清，自己也不会继续追究他是外星人。杰斯很好奇木木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，木木于是解释自己看见了杰斯身上外星碎片发出的绿光，而这也提醒了杰斯，木木或许能帮他找到毁灭武器。两人一拍即合，杰斯于是给木木父母说木木没病，然后特制了一个望远镜让木木帮自己观察。果不其然，木木只是看了一眼，就发现远处雪峰上一处地方全是绿光，毫无疑问，毁灭武器一定在那里。杰斯当即就要去寻找。木木告诉杰斯那里是冰川，非常危险，但杰斯却执意要去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幕刚好被他的人类朋友卡莎和艾希看在眼里，怕杰斯遇到意外，两人于是跟在了杰斯后面。而与此同时，杰斯在一个冰窟下成功找到了毁灭武器，他终于可以完成任务回归母星了。正当杰斯高兴时，卡莎两人也赶到了这里。杰斯赶忙将武器藏了起来，朋友们想把杰斯拉过去，却不料下一秒，他们脚下的冰川因为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，直接倒塌，三人都掉了下来，而毁灭武器也因此摔坏。更糟糕的是，杰斯因为受伤，再也无法维持人类伪装，被卡莎发现了伪装下外星人的真理。